砸下7570万新元，只为了让你少走15分钟的路。新加坡政府的钱是不是多到没处花了？当你看到这座连接滨海南花园和滨海东花园的全新步行桥规划时，第一反应绝对是造价太夸张。全长仅550米，算下来1米造价直接超过13万新元。你可能会问，普通人多走2步怎么了？非得花纳税人这么多钱去修一座步行桥吗？但如果你以为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批下这笔巨款仅仅是为了给行人提供一条免于绕路的捷径，那你就太小看新加坡的基建逻辑了。在这个以精打细算著称的国家，从来没有哪项千万级的基建是为了单纯的方便而建的。每一根打进海里的桩，对应的都是未来10年的资产回报率。今天我们就不吹不黑，直接带你穿透这7570万新元的表面数字，硬核拆解这座天价桥梁背后的经济账，看看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师们到底是怎么把钱精准砸在刀刃上的。而要看懂这盘大棋，我们得先搞清楚这座桥到底要解决什么致命的痛点。我们先来看看这7570万新元在物理层面上到底换来了什么。根据官方给出的规划，这座新桥将在今年5月动工，预计2028年正式落成。整座桥全长约550米，最绝的设计在于，其中大约有175米的桥段会极其贴近水面，走在上面，你会有种在滨海湾水面上直接漫步的错觉。而桥面的最高处离水面大约9米，不仅视野开阔，还特别设计了带有顶棚遮蔽的座位区。在新加坡这种常年气温逼近30度，动不动就下暴雨的热带气候里，能有一个既能遮阳避雨，又能无死角远眺城市天际线的公共空间，体验感确实拉满。但问题来了，体验感再好，值得花7000多万吗？这就不得不提目前的现实痛点。现在，如果你想从人流密集的滨海南花园去往对岸正在建设的滨海东花园，唯一的选择就是绕行滨海堤坝。在烈日当空的正午，顶着赤道的大太阳，多走这15到20分钟毫无遮挡的弯路，足以劝退90%的普通游客。这道水域就像一道无形的物理屏障，硬生生把滨海湾切成了冷热不均的两半。但政府真的会仅仅为了让游客少出点汗，就大笔一挥批下巨额预算吗？显然不可能。这座桥的真正使命根本不是乘凉看景，而是作为一条绝对核心的物理大动脉，去盘活整个滨海东花园未来几百亿的巨量资产。在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字典里，从来不存在孤立的基建。这7570万新元，本质上是一笔撬动区域经济的杠杆资金。大家可以看一眼地图，滨海南花园现在是什么级别？那是每年吞吐数千万全球游客的超级地标，流量极其庞大。而一水之隔的滨海东花园，目前还处于蓄力开发的阶段。但注意了，到了2028年，这里将迎来国家级的核心项目，也就是建国先贤纪念园，以及未来规划中的滨海湾湿地和 TeamLab 常设馆。政府在东侧砸重金打造全新的超级 IP， 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是南边的庞大流量根本过不去。如果仅仅因为交通不便、步行体验极差，导致南花园的千万级客流不愿意跨过这道水域，那么东花园投入的巨额资金就会面临回报周期被无限拉长的窘境。所以，这座桥绝对不是一条普通的步行通道，它是新加坡政府精心设计的一个极其精准的流量漏斗。通过把两园之间的步行时间强制压缩15分钟，并提供极致的无障碍和遮蔽体验，政府实际上是在精准打破游客的心理抗拒线。只要游客愿意顺着这座桥走到对岸，他们在滨海湾区域的整体停留时间可能就会从原本的半天直接延长到大半天，甚至一整天。在旅游经济学里，停留时间的延长直接等同于消费裂变，这意味着更多的周边餐饮消费，更多的场馆门票收入，甚至是多一晚的市区酒店住宿。用区7570万新元的建桥成本去打通整个滨海湾旅游消费的内循环大动脉，把存量游客转化为增量消费。这笔宏观经济账，新加坡政府算得比任何商人都精明。但光有经济账还不够，真正让这座桥立得住的是他们在落地执行时展现出的细节把控力。
如果说算经济账体现的是规划的聪明，那这座桥在细节上的处理，体现的就是新加坡基建真正的长期主义。我们平时常听人喊基建要以人为本，但具体怎么落地？这座桥在设计之初就强制要求满足全天候、全人群的无障碍通行。它不仅仅是给2条腿走路的健康成年人准备的，它的坡度控制、桥面宽度和防滑材质必须同时满足推着双人婴儿车的家庭、独自出行的轮椅使用者，以及新加坡极其庞大的脚踏车骑行群体。每一类人群的需求都被提前算进了图纸里，没有任何一方被牺牲。更让人服气的是他们在施工管理上的极度严谨。官方通告里明确列出，为了配合这座桥的初期施工，从2026年5月4日起，滨海南花园的滨水走道将暂时对脚踏车骑士关闭。同时，官方已经提前规划好了极其明确的绕行路线，并承诺会设立清晰的指示牌。你注意到了吗？为了一个2028年才启用的项目，相关部门连2026年某一天、某条特定小路的交通疏导方案都已经提前数年敲定并公之于众了。这种不留任何死角的预期管理，正是新加坡基建极少出现大面积延期和交通混乱的根本原因。而且，建完这座桥并不算完。根据市区重建局的长远蓝图，这座新桥仅仅是滨海湾完善整体步行网络的第一步。到了2029年，还会有一座连接滨海中心与滨海东花园的全新桥梁拔地而起，一块一块拼图严丝合缝地扣上，不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而是按10年为单位去推进城市版图。这就是新加坡基建真正的执行力。每一分钱不仅花在了当下的痛点上，更铺在了未来10年的发展轨道上。所以，回到我们视频开头抛出的那个问题，花7570万新元建一座550米的步行桥，到底贵不贵？如果只看那些钢筋水泥和施工材料，它确实是一笔巨款。但如果把它看作是激活整个滨海湾东部、打通未来10年旅游经济大动脉的万能钥匙，这笔钱不仅花得值，而且花得极具战略前瞻性。城市规划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造桥修路，而是对一座城市未来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力的精准投资。那么，你对这座即将在2028年亮相的新桥有什么期待？你觉得这7570万新元花得让你服气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真实看法。如果你想看透更多新加坡政策与基建背后的硬核逻辑，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